同学们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固溶体的分类，按溶质原子在溶剂晶体中的位置可分为置换型固溶体和间隙型固溶体。这节课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置换型固溶体。首先，我们来看置换型固溶体的形成条件和影响溶解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4个因素。第一个呢是离子大小，形成固溶体要求相互取代的离子尺寸接近，离子尺寸越接近越易形成固溶体，离子尺寸相差越大呢，溶解度越小。这是因为溶质离子的融入会使溶剂的晶体结构点阵发生局部畸变，两者尺寸相差越大，点阵畸变的程度也就越大，畸变能越高，晶体的结构稳定性就越差，从而呢限制溶质离子的进一步融入，使得固溶体的溶解度减小。通常我们以 R1 和 R2 分别代表半径大和半径小的溶剂或溶质离子的半径， R1 减 R2 再除以 R1 为离子半径的相对差，用 ΔR 表示。当 ΔR 小于 15% 时，溶质与溶剂之间可形成连续固溶体。当 ΔR 在 15% 到 30% 之间时，溶质与溶剂之间只能形成有限固溶体。当 ΔR 大于 30% 时，溶质与溶剂之间很难形成固溶体，或者说不能形成固溶体，因而容易形成中间相或化合物。因此呢 ΔR 越大，溶解度也就越小。我们再看下一个影响因素，晶体的结构类型。形成连续固溶体时，要求溶质与溶剂晶体结构类型相同或化学式类似，这是形成连续固溶体的必要条件。但是呢，它不是充要条件。例如呢，氧化镍与氧化镁都具有面心立方结构，且阳离子半径相对差 ΔR 小于 15%， 因而可形成连续固溶体。而氧化镁和氧化钙晶体结构类型也相同，但阳离子半径相对差超过 15%， 只能形成有限固溶体。锆酸铅和钛酸铅都属于 AB 氧3型结构，晶体的结构类型相同，锆和钛的离子半径相对差为 15.28%， 虽然呢超过了 15%， 但是超出的不多，再加上二者的晶体结构类型相同，因而也能形成连续固溶体。下面再给大家举2个例子，氧化铁和氧化铝结构同为刚玉型结构，晶体结构类型相同，但铁离子和铝离子的半径相对差为 17.05%， 超过 15%， 因而呢只能形成有限固溶体。然而在16子时中的这2种物质均为孤岛状结构，晶体结构类型相同，由于它们的晶胞比氧化物大8倍，结构的宽容度提高，此时3价铁离子和3价铝离子能形成连续置换。由此呢，在判断能否形成连续固溶体时，需要综合考虑晶体的结构类型和离子尺寸。我们再看第3个因素，离子电价。离子价相同或离子价态和相同，可形成连续固溶体。比如氧化铝和氧化铬固溶体是离子电价相等的阳离子相互取代而形成的连续固溶体。而在硅酸盐晶体中，常发生复合离子的等价置换，钠长石和钙长石所形成的固溶体，钠离子和硅离子同时被钙离子和铝离子所取代，3价铝取代一个4价硅，同时呢，一个2价钙呢会代替一个钠离子，保证取代离子价总和不变，因而形成连续固溶体。同理 ，AB 氧3型的复合型钙钛矿型压电陶瓷材料 A 位置或 B 位置也可以发生类似满足电中性的取代，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特殊性能的复合钙钛矿型连续固溶体。电负性也影响固溶体的溶解度，通常电负性相近有利于固溶体的形成，
而电负性差别越大，趋向于形成化合物。达克呢认为，电负性差小于 0.4 的，一般具有很大的固溶度，这也是衡量固溶度大小的一条边界。以上的那几个因素都会影响固溶度，但并不是同时起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有的因素呢是主要因素，有的不起主要作用。例如，硅和铝离子半径相对差高达 45% 以上，电价呢又不相同，但硅氧键、铝氧键键性接近、键长亦接近，仍能形成固溶体。在铝硅酸盐中，常见3价铝离子置换4价硅离子，形成置换固溶体的现象。大家呢要掌握影响置换固溶体中溶质离子溶解度因素的基础上，灵活判断不同结构形成固溶体的难易程度。对于置换型固溶体，当溶质离子置换正常节点处的溶剂离子时，有可能发生不等价置换，这时呢必然会产生组分缺陷，即产生空位，或者说有离子进入间隙位置。不同于热缺陷，置换型固溶体的组分缺陷主要呢取决于掺杂量和固溶度。不等价离子化合物之间呢只能形成有限固溶体，由于它们的晶格类型和电价不同，它们之间的固溶度呢很小，一般仅为几%。下面我们来看置换型固溶体的组分缺陷类型。当高价离子置换低价离子时，该位置处带正电荷，为保持电中性，需要产生带负电荷的缺陷，可能是阳离子空位，也可能是阴离子进入间隙位置。比如氯化钙溶解在氯化钾中，钙离子置换钾离子带正电荷，为保持电中性，可以产生钾离子空位，也可以是氯离子进入间隙。而低价置换高价呢，该位置处带负电荷，为保持电中性，需要产生带正电荷的缺陷，可以使阴离子出现空位，或者说阳离子进入间隙位置。比如氧化钙溶解在氧化锆中，钙离子置换锆离子带负电，为保持电中性，可以是氧空位，也可以是一部分钙离子进入间隙。这个规律呢，在缺陷反应方程式的书写部分给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下面举2个实例进行说明。首先我们来看阳离子空位型，一个氧化镁和一个氧化铝能够形成镁铝尖晶石，但实际上用焰熔法制备镁铝尖晶石，通常得不到纯的尖晶石，而生成负铝的尖晶石，也就是说铝的含量比较高。这是由于尖晶石形成过程中，氧化铝与尖晶石形成固溶体，尖晶石中一部分镁离子被铝离子置换，也就是说3价铝和2价镁发生了不等价置换，因而呢铝的含量比较高。发生的缺陷反应方程式如下。接下来我们来看阴离子空位型，氧化钙固溶到氧化锆中，钙离子置换锆离子带2个负电荷，产生带2个正电荷的氧空位，保持了电中性。这个式子在实际生产中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在后面会学习到氧化锆有3种晶型，单斜、四方和立方。由单斜到四方发生晶型转变时，伴随有很大的体积膨胀，在 7% 到 9% 左右，因而呢不适合做耐高温的材料。但是如果在氧化锆中加入氧化钙，就会使氧化锆固定在高温的立方晶下，无晶型转变，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高温材料，叫稳定化氧化锆。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